极端的设计往往带来极端的评价，有人视之如珍宝，有人弃之如野草，但在我心中，它就是最好的擎天柱玩具，没有之一，因为它承载的名字叫做梦想。理解热爱，分享快乐。Hello， 大家好，我是鲨鱼。本期呢，真的是一个圆梦时刻啊！要为大家分享的玩具呢，就是那个存在于传说中的我日思夜想、梦寐以求的5万柱变形金刚大师级官方 MP44。自从面世起呢，关于 MP44的争议啊，就从未停止过。过高的美型度和复杂的变形设计带来的是极其昂贵的售价，以及各种因品控做工跟不上设计而导致的严重问题。可以说，这款玩具身上的每一处都充斥着极端取舍带来的遗憾。即便如此呢，也没能阻挡这款模具受到众多玩家的追捧。我自然也早就对玩具本身的各种通病做足了功课，可依旧挡不住啊那颗躁动的想要圆梦的心。所以当我收到这款产品，就第一时间联系了我的好兄弟贝吉特进行修复。如果不能拿在手里尽情感受这份情怀，那就太遗憾了。如今我的这只 MP44终于以完全体的姿态回来了。我唯一的感受就是修的太牛逼了，这不是广告啊！玩过的大伙应该都知道这款玩具本身的问题，跟我现在手里的这个简直是判若两物啊！如果当年官方出厂就是这个素质啊，那 MP44的口碑绝对比现在是好上不少。兄弟的海鲜市场主页呢，我就放这儿了。再说一次啊，真不是刻意打广告，真的就是修的太牛了，发自内心想帮兄弟吆喝吆喝。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看产品，也借着这个过程呢，看看都做了哪些修复。这个包装啊，不知道梦里见过多少次了。作为带车厢的大哥，尺寸呢是比较大的，上面赫然写着当年变形金刚35周年的字样。转眼间啊，已过7年了，我才终于入手了这款玩具。正面呢就有双形态的产品展示。可以看到大哥在大电影中跳射的经典姿势，底部是产品编号 MP44 汽车人总指挥官康宝3.0。侧面没有太多好说的，底部呢能看到内容物一览，背面则是丰富的玩法介绍，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MP 的包装盒呢向来会在包装上写一些人物信息和产品理念的介绍，那么这一点也是非常用心的。我们也能了解到本款产品的设计理念就是彻底还原动画。纸制品方面呢，一份连配件出处和变形技巧都介绍的非常详细的说明书，大家一定要在变形之前看说明书，实在看不懂的再去找视频。说明书的变形逻辑啊和步骤，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一张人物卡背面有经典的数值，一个特点是这样一个小徽章。能在如今收到这样的全新带特点 MP44 啊，还是特别的开心。看着玩具的本体啊，实在是让人难以形容这种激动的心情。基版动画当中呢，是存在着大量的作画崩坏和比例扭曲的。如果严格的去抠画面呢，其实你很难说柱子一定是个什么身材比例。但我相信啊，每个变形金刚玩家呢，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大哥形象。动画形象作为角色塑造的起点，最大的特点便是简洁明快的纯色色块，不算太多的细节刻画和方方正正的造型。今天看来虽然简单，但却把角色的特征充分的表达出来。故事情节和玩具的造型相结合，赋予了柱子在人们心中的英雄气概。那么 MP44 我认为对于这种气概的还原是原汁原味的。首先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如果一个人物形象在作品中总是出现这种不严谨啊、不同啊，那么在制作玩具时啊，就必须要捕捉到角色的灵魂，也就是其最核心的印象。例如深海中的南河，虽然有超多扭曲的造型，但最终留给观众的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形象。 MP44 也是同理，如果一味的只是把动画中的崩坏竞争造型拿出来，估计会有很多人是接受不了。所以在保持了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呢，一定也有设计师的审美体现，向着设定图中那个高挑的身材比例和谐的擎天柱看齐，在还原的基础上保证好看，这才是优先的。这里拿出 SS86， 大家会更喜欢哪一种身材比例的塑造呢？玩具全身采用了全漆面的工艺，在进气格栅油桶的位置采用了电镀零件，看上去无比精致，色泽的表现也十分鲜明。可复杂结构和丰富涂装带来的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那就是把玩过程中啊，一定会产生这个掉漆，要么你别玩，要么你就接受这玩具呢渐渐的产生瑕疵。对于我而言吧，产品上岁月的痕迹也是它和我共度时光的一种体现，所以我依旧还是会去玩它。拿出当年我购入的 MP46放在一起啊，岁月呢终究是让这两位领袖相遇了。
看着两款玩具超高的还原度、精准的配色和协调的造型比例，不免啊真的是有点酸了鼻子。没想到自己可以集齐2位领袖的官方最强产品，去呈现大电影中变形金刚系列最经典的这个对决场景。如果你跟我一样有着对玩具的这种情怀，喜欢把玩玩具，或者是有什么心得，欢迎你呢也加入我们的聊天群。平时呢一起聊聊玩具新品资讯，分享收到玩具的喜悦。玩具初始附带的这个头雕真的是十分的正，这张棱角分明的脸就是最标准的柱子哥形象。说点具体的，就是参照了变形金刚大电影里最清晰的那几个特写镜头里的形象，绝对没得说。看到胸口的部分呢，也有做出车窗闭合后的那种曲度。不过问题就来了，开盒的时候呢，车窗零件有公差问题，会导致在窗框零件里活动车窗啊，就会导致发生开裂白痕的情况。那么经过兄弟这么一修复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时候有的玩家发现自己的车窗啊依然是合不上，缝隙特别大，那是因为你背后的这2个盖板卡扣呢没有卡好。背包也是玩家们反馈比较不满意的地方，为了塞进语音发声装置，让背包的厚度厚了一些，但就我个人而言，完全是可以接受的。首先是因为背包完全是参与变形所堆叠出来的，而不是纯造型零件，在此基础上能够完全还原背包的造型外观已经是很不错的了。除非使用假零件，否则很难十全十美的解决这个问题。类似于86大力神，屁股大，但毕竟是脱斗真的变来的背包，像设定图里那么扁平的背包啊，你只能搞个造型零件了。更何况44本身还有发声的玩法，这个地方嘛因人而异，我个人还是可以接受的。发声需要安装3块 LR44型号的纽扣电池，打开开关就可以按另一侧的按钮来发出声。一共有6种模式，其中前5种呢是来自日系基万作品中的配音版本，包括主线模式。基万第1季到第2季的一些台词，宇宙大地战争，领导模块的传承，关乎到大哥的死亡情节。变形金刚2010，也就是日系基万的第3季，擎天柱复活后的一些台词。最后一种则是英语配音的模式。虽然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康宝司令官那种雄武的声音啊，但是彼得库伦爷爷的声音一出来啊，瞬间就能让每个喜欢基万的玩家起鸡皮疙瘩。你说有这么个语音模块值不值？那我觉得可太值了，尤其是那句 One shall stand, one shall fall。腿部呢也是动画经典的大白腿形象，而且完全将车轮隐藏。很多 G1 的柱子形象啊，离完美呢就差这么一双腿，但是他就非要弄那么一双银腿，看着是真难受。好在如今呢，大家可以选择的题材也是比较多的。总体看下来，人形我感觉是真的很无敌。在官方的变形金刚产品里呢，人形的身材比例和造型就是当之无愧的 No.1。背包刚才也提过了，那我个人呢是比较可以接受的，尤其是实物这个漆面表现啊，实在是太漂亮了，养眼至极呀。MP44的可动表现想必也不需要我多说了，全身呢都是超可动的水准。由于漆面比较脆弱，我们就不一一演示，着重说几个点。首先就是拿出我的 MP49 给大伙看看啊，这关节松的就跟那软骨病似的。再看看我这个44呢，全身就都非常紧实，这就完全是兄弟的功劳了啊！如果不修复是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的。头部呢有 MP 的这个上抬结构，可以让人物在低头的时候表现得更加自然。再者是肩膀幅度巨大的拉伸关节，可动范围能得到很大的提升。那本来这里呢是非常紧涩，还有漆皮，修复之后呢手感也变得非常丝滑。肩膀这里还有一个很多人会忽视的上抬结构，出场的时候啊因为太紧了，几乎呢只能是一个大膝肩的状态。经过兄弟的调整呢，也是正常了许多，摆 pose 更加自然，腰部解锁后方的卡扣就能解锁弯腰，这也是让人物动作生动的重要关节。原本呢也是松的完全没有支撑力啊，现在呢修过之后指哪打哪。当然你也可以解锁前方的卡扣，这个时候你就能获得一个可以称得上是逆天的弯腰幅度了。腿部呢，我认为是这个玩具最值得强调的。首先是大腿前肌存在一个前襟甲的让位联动，这样可以让人物即使做动作也不会显得累赘。膝盖部分呢，可以说是整个玩具最独特也是最致命的部分了。原本官方的设计呢，在这里有一个滑轨零件，可以通过弯折膝盖上半段的腿部关节先运作，
然后是下半段的滑轨滑进滑槽，带动膝盖的联动，保证先大腿再小腿的活动顺序，就不会出现腿部齿轮脱位的情况。结果由于内部的这个零件卡扣的材质偏软，只要开合正常把玩呢，基本是100%会出现零件损坏的情况。最终的结果呢，就是膝盖完全失去了齿轮的阻尼和声音，绝了网上有很多玩家呢也给出了解决方案，什么把滑轨直接给剪掉之类的。但是这么一款价值昂贵的玩具，把原装的联动机构给剪了呢，真的是有点得不偿失了。那兄弟修复之后呢，这里的问题就算是彻底解决了，完全是随意的把玩，自由的活动，再也不用冒着损坏玩具的风险心里膈应。玩具身上呢，其实还有很多这样大大小小的关节问题，兄弟也是一一修复，才有了现在手上这款可以放心把玩的44。那这里呢，也是直接关联一波兄弟的这个修复视频，大家可以去那边呢了解更细致的修复过程。还原动画的丰富配件也是 MP3.0 时期必不可少的。首先是2颗替换头雕，分别是动画前期设定作画出现的这种圆形头，说明书上呢明确指示是参考了《钢铁之城》这一集的作画，不过其实前期其他集数镜头里也有很接近的。第2个头呢，则是战损头，造型的刻画就做得非常令人心碎配合损伤的腰子呢，就可以还原大电影中战损的造型。不过说明书说这是武兵怪复活擎天柱那一集的造型，这跟战损86呢成为了一种非常奇妙的对应，一个做的接近动画造型，却非说是大电影造型；一个做的接近大电影造型，却非说是动画造型。还有一个红蜘蛛的替换头，用来还原威震天地球征服作战中红蜘蛛扮演擎天柱栽赃汽车人的场景。这个头雕装上去真的是喜感十足特别的有趣。接着是我们柱子哥的武器，一把标准的大黑枪，造型和质感涂装呢都非常在线，拿在手里呢依然是霸气十足。握持可以通过可动手的中心插槽固定，也可以挂在背包的后侧，或是简单变形后在腰后挂载。能量斧的手感非常舒适，有种磨砂质感，将手部向下一拔就能将手型拆下来，然后通过卡扣可以将能量斧安装。但因为只有一个卡子，所以说安装之后的稳定度呢，我个人觉得是差了一点。不过根部也有较大范围的浮动关节，配合本体本来的这个可动性，摆起动作来还是显得很灵活生动的。喷气背包不用多说肯定是从横炮兄弟那里借来的。也可以给 MP 的横炮搭载，不过横炮兄弟用完得还我们里面有些细节通过背后的卡扣呢跟主体可以进行连接，这背包就显得更大了还有一把加油枪，是 G1 玩具时期就附带的配件，你也可以说它是能量传输管吧。2个特效架质感和颜色都比较通透，既可以作为开火特效，也可以作为喷气背包的尾气使用。额外呢，还附属了斯派克父子和卡莉女士，3位都是英勇杰出的人类，尺寸特别小关节呢有些简单可动，但是手和脚呢都非常的容易掉，玩起来呢也很难受。尤其是我这只 Spike 他爹因为大腿的关节过紧了，开合扭了一次，直接就断了我也是打了童装，咕咕嘎嘎的一顿修大哥是好伙伴小滚珠一个，全涂装的配置表现的是不错，同时车灯等部分用了透明件来表现。车前盖还可以掀起来，露出内部的一些机械细节，配合小人偶呢，可以摆出修理的样子，也可以直接搭载附属的所有人物，同时可翻转后方的结构，搭载大枪或者油枪。油枪有2种搭载方式，MP44 最重要的配件，那估计就是这个车厢了。极其巨大的尺寸，表面呢全涂装覆盖，动画的简洁感是没得说，很大气。车厢底部呢有撑脚可以放下来，单独摆放。车厢后方可以左右打开车门，再从下方拉出轨道，就可以推出小滚珠了。车厢底部还有个小抽屉，拉出来之后呢，可以搭载许多的相关配件。不过红蜘蛛的2个配件呢就无法收纳了，这点还是比较可惜。车厢底部的支撑柱可以展开，会有联动结构自动调节。之后便可以展开整个车厢，变形为作战平台，内部依然是全涂装和丰富的机械刻画。上方有非常多的铁板，可以吸附小人偶脚下的磁铁，让人偶呢站在场景中互动，也可以坐在2侧的作战控台里。中间醒目的作战模块可以打开驾驶舱，放进小人偶，有点戴亚克隆的意思了。雷达可以展开，通过齿轮旋转，整体通过滑轨取下后呢，也可以单独把玩。说明书中小滚珠、车厢、作战模块以及擎天柱本身相互结合的形态一共多达12种。
所以我们会在载具形态变形之后呢，再为大家逐一演示。当然你也没必要那么讲究，配合着呀，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才是真正的正解。接下来就是这款模具啊，称得上是繁琐至极的变形过程。总体的变形其实还是挺有逻辑的，也不算太难。但是在这个镜头前变呢，那真是相当折磨了。可以总结为就是先变胳膊，再变胸口、背包，然后是腿。不说了啊，走着。首先呢，就是胳膊的部分。另一边的胳膊呢，镜像变形即可。顺便给大家演示一下刚才没有打开过的领导模块舱的样子，继续变形。腰子依旧是镜像变形。经过咱们这行云流水的变形啊，终于是将 MP44变形完成。卡车形态的表现呢，也依旧亮眼。毕竟奔着绝对还原去的，首先就摒弃了玩具通常会存在的银色条纹涂装，让卡车头只保留完整的红色外观，
倒车镜、烟囱、车灯、保险杠全都是电镀零件，也让载具形态的外观表现质感不至于太单调。车窗的蓝色透明件很好看。侧面来看，汽车人标志也有所保留，轮毂依然是电镀的表现，油箱和车轮也完全保持一个宽度，不会像86的擎天柱凸出来一块。车门可以打开，里边依然是可以塞进去附送的小人偶，并且可以关上车门。相较于前半部分的完美呢，车形态的后半部分就可以说是一地鸡毛。虽然从侧面看车后半部分的高度比较合适，尾部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一来到上面，整个拖挂位置破碎无比，瞬间打破了那种完整统一的观感。尤其是甲油箱零件呢，还明目张胆的放在上方，前方背包的卡扣位置也是稍有不慎就会严重蹭漆。车侧的2个挂钩卡扣呢，更是因为没有算好公差，十分的容易崩开。那调整起来也是非常的不方便，也大大削弱了车型的一体性。后面的版本呢都是直接取消这个挂钩可见这个设计的失误。MP44的车型表现本身可以称得上是可圈可点，但是2条腿花费了极其多的步骤，只得到了这样的效果，想必呢也是一处硬伤。这就是为了极致还原的双形态轮廓所做出的牺牲了。这个状态下依然可以翻开后方的卡扣，通过滑轨搭载柱子哥的大黑枪。车厢也可以通过下方的插口搭载。在我心目中，没有车厢的羁绊大哥是绝对不完整的。搭载之后，玩具整体的气势呢，立刻有了巨大的提升。这才是我记忆中大哥的载具形态车厢上也可以搭载之前附属的喷气背包，呈现出动画里给车厢增加推进力的画面。现在我们就可以聚焦于车厢、作战模块和小滚珠的12种说明书形态。我会简单演示变形过程，并说明每个形态的名字。小滚珠轮式战车形态，特殊高射炮威力侦察形态，特殊高射炮火力支援形态，联动式12轮装甲战车形态，联动式12轮火力支援形态，超级冲刺机构形态，汽车人移动基地形态，移动攻击体制形态，移动探查体制形态，移动指挥体制形态，塔楼基地形态，汽车人整备站形态。正如我片头所说， MP44 是一款设计语言上十分极端的玩具，这些极端让它得到了非常两极化的评价。
无论你喜欢与否，都没法不承认它就是官方最还原的基玩动画形象擎天柱玩具。只要 IP 还以角色形象为核心驱动，那么在保留核心玩法的情况下，优秀的还原度和对于角色形象的无限贴近，就是它被人们捧上神坛的核心原因。你可以说它质量参差，也可以说它变形设计过于复杂，不适合把玩。但在我心中 MP44 是一次勇敢的尝试，敢于去探索形象还原和玩具平衡的临界点，定格了那个时代。如今有 MP44 在，大可以说各种擎天柱玩具都具有更优秀的把玩体验。但若没有 MP44，基万擎天柱玩具动画形象还原度的那个绝对界限，就会一直在 IP 的发展之路上留下一个人人可见的遗憾。在如今这个融合印象做主流的时代，好玩的擎天柱玩具很多，但作为角色，有哪款玩具是无限接近于理想的基万擎天柱动画形象的呢？我心里的答案，相信你们都知道了。视频的结尾，再次感谢我的好兄弟贝吉特的帮助，让这款充满遗憾的产品也能获得新生。圆我这个自2019年就开始的梦。OK， 喜欢我的内容就请点赞、收藏、加关注，你的支持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理解、热爱、分享快乐，我是鲨鱼，我们万众一心。